只有这么多钱，你们全拿去。你是否曾经好奇过，自己的财务状况和普通人相比到底如何？比如每个家庭的债务情况如何？你的收入和其他人一年赚的钱相比怎么样？我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毒性比较文化，用消费、用展示、用生活方式去比谁过得更好。这种比较只会制造焦虑，而不会带来判断力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你在理财这件事情上完全拒绝比较，你就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东西——坐标系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用数据帮你确认一件事：我现在的财务状况在美国到底算正常、算偏后，还是其实已经在前面了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当你为了薪水去上班时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赚的比普通工薪族多还是少？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$83,730，按每周工作40个小时来算的话，就相当于税前时薪大约$40，听起来是不是不低？不过这是家庭的总体年收入，通常不止一个人在工作，而个人的年收入中位数大概是$45,140，时薪大概是$21.7，听起来是不是就正常多了？不过收入本身并不等于财富，它只是你唯一可以反复使用并建立财富的工具。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你赚了多少，而是这份收入最后还剩下了多少。接下来这一段关于债务，其实这才是在美国大多数人真正感到累的原因。债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现实的一部分。在美国，个人的总债务已经超过18万亿美元，这包括信用卡、房贷、学生贷款等等各种类型的债务。首先，根据美联储 ICF 的官方数据，在美国持有任何类型债务的家庭大约是77%，债务的中位数余额为$65,000，同时也就是说有23%的家庭没有任何债务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债务一项一项的拆开来看。我们先从信用卡说起，有信用卡负债的家庭大约为45%，接近一半，中位数余额接近$4,500，这意味着一半的家庭高于这个数，一半低于这个数。而美国的信用卡总债务已经达到了1.2万亿美元，这是历史最高水平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大部分人一开始办信用卡的时候，动机都是好的，想赚积分、拿返现之类的。但现实是，生活总会发生意外。如果你没有计划，信用卡就变成了兜底的方案。车坏了，房子漏水，孩子要看医生，如果没有存款，就会想，那只能刷信用卡了。于是你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刷的比自己想象的多，或者你失业了又没有应急基金，信用卡就成了你的备用方案。而且信用卡的利率真的非常夸张，真的很疯狂，动辄就超过20%。你最终付出的不仅仅是高额的利息，还有各种年费和附加费用。所以我自己更喜欢借记卡，需要什么当下付清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使用了信用卡，就当天付清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是你有应急基金和合理的财务安排。但总体来说，信用卡最终不仅仅吸引你赚积分，还让一般的家庭有额外的负债，因为你会看到平均下来，人们的信用卡余额大约就在$4,500左右。接下来是车贷，根据 ICF 的数据，大约35%的家庭背负车贷，也就是说，超过1/3的家庭正在为汽车负债。在这些家庭中，车贷余额的中位数大约在2.2万美元左右，这个数字其实已经不低了。车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难，因为要攒几千美元的现金去买一辆状态尚可但并不体面的二手车，本身就需要时间和耐心。但恰恰是这种先攒钱再买车的途径，才是我觉得真正推荐的做法。很多人真正陷入的问题不是买车本身，而是反复的进入还款循环，还5-6年的车贷，刚还清，觉得车也开了几年了，是不是该换了？再次背上新一轮的车贷，
表面上来看，车一直在升级，但在资产负债表上，你几乎没有向前移动。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：如果你无法在18到24个月内还清车贷，或者你的车贷金额已经超过你年收入的一半，那这辆车对你现在的财务状况来说就是太贵了。当然，如果你已经接近还清，或者能在2年内彻底解决这笔车贷，那问题不大，直接还清即可。但如果你长期背负高额车贷和固定的月供，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持续地侵蚀你的可支配收入，压缩你真正积累资产的能力。在个人财务中，车往往是最容易被低估成本的一项决策，而避免反复的车贷循环，往往是很多家庭走出中产停滞的第一步。接下来，我们不能不提学生贷款。根据 ICF 的数据，大约22%的美国家庭背负学生贷款，也就是说，超过1/5的家庭至今仍在为教育付费。在这些家庭中，学生贷款余额的中位数大约在3万美元左右。这个比例其实已经相当高了。学生贷款之所以特殊，不在于金额本身，而在于它的投入产出不确定性。很多人为了进入某些私立大学或者获得理想中的校园体验，在18到22岁这个阶段就背上了几万甚至10几万美元的债务。从人生经历的角度来看，这当然可能是一次重要的体验，但如果单纯从财务角度来审视，这笔投资的回报并不总是对等的。现实是，很多人毕业之后的起薪并不足以支撑这笔债务的偿还速度。再叠加利息，学生贷款余额往往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原地踏步，甚至还越还越多。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，仍有大量的家庭在工作多年之后，仍然没有真正收回这笔教育投资的成本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选择名校或者私立大学就是错误的。有些人明确知道自己想要的是那样的环境、资源和精力，并且愿意为此承担长期的财务后果，那这是一个价值选择，而不是财务错误。但问题在于，很多人并没有认真算过这笔账。如果你选择另一条路径，比如先在社区大学读1-2年，选择一些不那么光鲜、不那么刺激的方案，从长期来看，这在财务上往往是非常理性的选择。因为当你进入职场时，你不需要先为过去的决定打工，你的第一份工资不会立刻被学生贷款切走，你的现金流和选择空间会大很多。而现实中，不少背负学生贷款的时间长达10年甚至更久。所以，如果你已经有学生贷款，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忽略它、适应它，而是尽可能快地解决它。因为这笔债务往往决定了你人生最初10年的自由度。接下来是房贷。根据 SCF 的数据，大约37%的美国家庭背负房贷，而在这些家庭中，房贷余额的中位数大约是24万美元左右。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房贷本身，而是叠加在房贷之上的 HELOC。目前大约8%的家庭同时还通过房屋净值贷款 HELOC 向自己的房子借钱。这种做法在过去几年明显增多，尤其是在疫情期间。HELOC 的中位数余额大约在45000美金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有些家庭实际上是一边还房贷，一边在向房子借钱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判断标准：如果你的 HELOC 金额超过了年收入的一半，那它已经不再是辅助贷款，而是需要和房贷一起被当作核心债务来处理。如果低于这个比例，就把它当作消费型债务优先偿还。说实话，这一步并不容易。我并不喜欢 HELOC， 不要再向你的房子借钱了。如果你已经努力在还房贷了，如果要装修或者其他支出，尽量用现金流慢慢完成。虽然这会更慢，但从长期来看，不借钱几乎永远是更稳妥的财务选择。我们来回顾一下，这张表其实想表达的只有一句话：对很多家庭来说，收入还没来得及变成资产，就已经被债务提前消耗了。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前面这些数据描述的是在美国大家活得累不累，接下来这个部分回答的是美国家庭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积累过财富。跟踪自己的净资产是一个很好的习惯，
它可以让你清楚地看到自己在积累财富过程中的进展。净资产是衡量财务健康状况一个非常有效的指标，也能帮助你识别自己的优势和弱点。净资产的计算方式是把你拥有的一切加总，房子、车辆、退休账户等等，再减去你所有的负债，比如说房贷、车贷等等。根据美联储 SCF 的数据，美国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约为19万2千美金，家庭总资产中位数为34万美金，而家庭总负债中位数为7万美金。你可以暂停一下，感受这组数据。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句，这张表里的3行并不是同一户家庭的资产负债表， SCF 给的是3种分布的中位数，资产排在中间的家庭，负债排在中间的家庭，以及净资产排在中间的家庭。这张表的意义不是做会计平衡，而是给我们一个典型位值的量级感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你看的是中位数，那么在美国一半的家庭一生积累的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，其实就在20万美元左右。这不是平均值，不是被富人拉高的结果，而是典型家庭的真实位置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只要你有一份还不错的收入，并保持一定的纪律性，这个净资产水平其实并不难超过。下面我们进一步拆解一个典型家庭的总资产是由什么构成的。这一步是很多人从来没有真正看清过的地方。这张表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美国家庭的资产结构。你会发现，大约60%的资产集中在自住房上，这是绝大多数家庭最大也是最不灵活的一项资产。退休账户排在第2位，比例不到20%，而真正具备流动性的现金和投资类的金融资产只占总资产的不到10%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家庭账面资产不低，但在现实生活中对风险和机会的承受能力却非常有限。现在我们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同一坐标系里来看，收入端个人年收入的中位数在4到5万美元，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在8万多美元。债务端多数家庭不同程度地背负着信用卡、车贷、学生贷款以及房贷，其中住房相关的债务占据了绝对主导。在净资产端，美国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大约在19万美元左右。在资产结构方面，资产高度集中在自住房，真正具备流动性和增长性的金融资产占比很低。把这些放在一起，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个别人的问题，而是一种非常标准化的美国家庭结构。它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家庭看起来不穷，但一旦遇到风险、转折或机会，可选择的空间却非常有限。我知道这里我给了你很多数字，但我认为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比较很有价值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我现在到底处在什么位置？也许你会意识到，我真的该行动起来了，我需要还债，我的储蓄太少了。也有可能你会感到鼓舞，发现自己其实做得还不错。有时候，当你在财务上做出明智的选择时，你并不会立刻感觉到有进展，但希望这些数字能给你带来一些鼓励。真正有意义的比较不是我赚的比别人多吗，而是这3个问题。第一，我的净资产是否已经超过中位数？20万美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锚点。第二，我的资产结构里金融资产的占比是否在上升？不是房子住得更大，而是资产结构更稳。第三，如果收入中断，我还能撑多久？这不是面子问题，而是安全边际。这些关于普通家庭的财务数据很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，同时也可能帮助你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财务状况。此外，想让你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已经开始控制债务、积累金融资产、主动扩大安全边际，哪怕你现在的生活并不张扬，你已经跑赢了典型的美国家庭了。财富不是你展示出来的那一部分，而是你没花掉还能持续为你工作的那一部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